大家好，我是九哥。这两天没更新影片哦，是因为我去忙着办一件事情。现在是好心办坏事，结局是得罪了别人，想想都非常的后悔。昨天呢，就是周末休息嘛，平常大家都是忙着上班，忙着休息。然后昨天呢，就跟我朋友去了一趟东莞，是跟我一位老乡男同志去的。去那边呢，是给他介绍一位相亲对象。那这位相亲对象呢，是我多年前在深圳培训学校里面认识的一位女朋友。这位女朋友呢，认识了有3-4年了。到后面我来了广州之后就分开了嘛，我们就很少去联系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偶尔会微信聊聊天啊，这样子联系上的。所以才想到把我这位老乡介绍给他认识的，结果呢肯定是闹得不愉快的。我这位老乡啊，他就是90年的，现在是34岁，他就是在工地上班，就是那些建筑工程吧，具体是做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做管理者。平常很忙，也没有假期。工地里面嘛，都是一些大叔或者是一些阿姨嘛，都是结婚的，没有一些异性的未婚的朋友认识到。他现在就是很想结婚，很想找个对象，他就经常问我有没有这些堂妹啊、表妹或者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单身的妹子介绍给他。他催了我很多次了，让我介绍对象给他。他说要是我找到对象成了，会给我一个大红包的。我不是奔着他的红包去的。那我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呢，也就是还可以吧。他在我们的市中心里面，可以说算是有房吧。他那个基建房是他老爸建的，他老爸建了6层楼，200平方啊，这个条件还是可以吧。但是呢，他的家庭兄弟就有点多，3兄弟，他是老大。那现在是老二呢，也结婚了，也有小孩了。老三呢，之前听说有女朋友了，在佛山那边一个银行里面上班的，条件还可以吧，还是个硕士生，他老弟呢。那我这位老乡呢，他是大专生，他现在在工地上班，就是月入1万多一点，税前的，那税后应该也是勉勉强强能到1万了吧。以前是在深圳的，现在是在广州了。他这个工地的话是包吃包住的，那就是说你纯收入到手上也是有1万块嘛，那条件还可以啦，有房。车子呢，去年也买了一辆那个电车，SUV 10来万呢。那现在是有房有车了，可以吧？这个条件吧，34岁也是个成熟的男人，做事情呢也不是那些很暴躁、很冲动的那些人。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品也还是可以的，说话呀也是比较冷静的。经过各个考察之后，然后呢，我才介绍我这位女同志给他的女朋友给他。然后没想到昨天呢，我们就去东莞开车过去哦，当然是我老乡开啦。开车过去，我们就去那个东莞的一个商场里面，跟我女朋友约会，咱们就是出来吃个饭，见个面，聊聊天哈。昨天晚上回来，我就问一下我老乡，我说你今天看完我的这位女朋友怎么样？他说感觉挺好的，可以深入了解，给大家一个机会嘛。我觉得他们2个是有希望有机会了。然后我再去问我这个女朋友，我女朋友呢，她这个家庭条件呢其实不是很好的，她呢学历也不是很高，她现在就是在东莞上班。她说是有7-8千块钱哦，具体是不是7-8千块钱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不好意思，让人家拿工资条出来给你看吧。反正以前在深圳的话，那时候我们是3500块钱一个月的，那时候15年、16年我在深圳那边。他现在来东莞这边应该有好几年了吧，具体哪一年来的我也不清楚，因为后面我也没有联系过他了。他现在就是说做那个叫
电商运营了，以前我们就是学电商的。他说7、8千块钱一个月，这个工资还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还是挺可以的了。他呢，91年的33岁，那我老乡呢是34岁嘛，相差1岁，其实这个年龄上面的话还是蛮匹配的，是吧？如果说是个00后相差个10来岁的话，这里面沟通起来肯定是有代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希望。然后我这位女同学她家庭呢，我觉得挺糟糕的吧。她说她父母那边好像有个是残疾的，就是都是干农活的农民，然后有个妹妹有个弟弟，妹妹呢是离异的，现在呢又2婚。她家庭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了，她生活上的事情的话，以前在深圳还是有了解一点的。反正总体来说，我感觉我的家庭比她的家庭还好一点吧，健全一点，我觉得吧。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老乡其实已经是配得上他的了。我老乡的那个条件还真的很可以的，他爸妈还年轻，家庭也没有担忧，是吧？月入1万多块钱。我昨天问他怎么样的时候，居然让我大惊失色，我都惊呆了。他后来跟我谈的条件，他说他要找个1.75米以上的，他说收入要2万多的，还要有房有车，还要长得帅的，对他好的。我听着我就有点气人了，因为我那个女同学呢，她学历真不高，而我老乡有大专学历，相对来说已经是高配她了，知道吧？然后她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她到底是有哪些条件能让她开这样的价格出来。她现在都已经33岁了，33岁就等于一个大龄剩女了，是吧？你要是说真的好一点的话，你明年结个婚也34岁了，再生个小孩35岁了吧，也是高龄产妇了。她也不想想她自己，她一直就活在那些什么毒鸡汤里面。她说哎呀，女人就怎样子啊，男人要什么条件啊？她说她的要求也不高啊，要有房有车，要有3平房。她说要有3平房，她现在是呢没有3平房，买了车，去年就是家里面他老爸就是给他们几兄弟每人分了1层楼吧，1层呢200个方已经很不错了呀。而且是在我们市区，虽然说不是这些广州深圳1线城市嘛，在我们小城市18线城市有这个自建房已经很好了，就是自建房哦，这不是有70年这个产权哦，根本就不用担忧。而且还是在街边，首层呢还是拿来出租的，就是兄弟有点多，他就嫌弃人家兄弟多，他是老大，他一直在强调说他家的兄弟太多了，他是老大，他就担心可能以后要承担的照顾父母啊这方面责任多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用去考虑的，因为他父母现在还年轻，他爸是做那个废品回收的，他怎么说1年个10来万也没问题吧。他妈就是个没事干，就是闲着，就平常就是逛逛街啊，跟一些阿姨聊聊天这种，反正就是没事干。我不知道，然后他就担心说以后养老的事情，就要养他父母啊，照顾他父母这个事情。唉，我就想不明白了，这种条件的男人去哪里找，是吧？再说了，他自身条件也，你说长得很漂亮嘛也没有，你说他学历有多高嘛也没有，你说你有多能赚钱嘛也没有，你都30多岁了，一份又不是事业单位的，就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说好了你这个月有7、8千块钱，上个月公司经营不好了 KO 了，还不是失业了，是吧？我觉得拿个7、8千块钱有什么好嘚瑟，有什么好高傲的呢？然后我说了一番他，然后他就在说我，他说我什么看不起他啦，说他提这些要求过分吗？我33岁，我年纪很大吗？我要个有房有车对我好的家庭条件好的，我有错吗？我说你没有错，但是你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你的定位，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拿个富二代啊，能嫁入豪门的，是吧？你要
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你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嘛。我觉得他太天真了，他天天去看那些什么女人的那些什么毒鸡汤啊。我说你要是这么再看下去的话，那你这辈子都不要去结婚了吧，你就这么单身过吧。然后他说找不到我就自己过呗。他说大不了到时候就去养老院啊，是吧？我就说你想啊，养老院是这么好的一个回事吗？你到时候你老的时候你又没钱，一个养老院一个月几千块钱，到那时候可能不只是几千块钱的，你的存款根本就支撑不起你去养老院的费用，是吧？聊着实在是聊不下去了，我都想开骂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感觉跟他已经闹掰了吧，反正是有意的小权说翻就翻了，就因为这个介绍的事情。现在就是还没有跟我那个老乡说，我也不想去多嘴了，就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交流去吧。成就是好事，不成我也不是想去介入这东西了，又不关我事，是他们之间两个人感情的事，是吧？所以经过这么一件事之后，我觉得凡是感情的东西千万不要去做这事情，真的很容易好人做坏事的。我本来是奔着去做一个好事的结果去做的，但没想到闹成这样子，是吧？